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相信各位也看到我上一个影片的内容了，就是 CVO 他发布了公告说这个 KVK 就是他最后一场 KVK 了。那今天这个影片呢，其实就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在960待的时间也是蛮长一段时间了，我从 JST 跟960战斗的时期开始玩到现在，那个时候呢是2023年嘛，现在2025年就是在960那边待了将近2年的时间吧，快要接近3年时间了。然后体验下来有什么感受？然后960里面到底有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况？今天那个影片主要是说我个人啊，听清楚啊，不是大家都认为960有的问题。因为我整理出来，我发现到其实问题也不小。然后这边我所提出的问题有包括管理层的层面、网国的层面，还有玩家的层面，还有什么影响啊之类等等的问题，跟大家说明。那我们先从管理层开始啊，各位也知道960是一个先锋王国啦。那如果是先锋王国的话，其实你要花更加多的管理人员去管理这个王国。如果说一般的 CD 主王国的话，可能1-2个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先锋王国你要做的事情更多，你要如何维持玩家的活跃，然后 KVK 战斗啊、外交等等很多事情都要去处理。所以你们表面上看起来哇，好像960管理层其实还蛮多人的，那实际上管理层的人已经少了很多。那其实王国管理层呢也是有分成很多层面的，因为960有经历过3个国王的时期嘛。那我先说一下亚老时期。亚老那个时期呢，其实招募比较多的玩家全部都是活跃，但是战力不一定说很高的玩家，也你们可以理解为不一定全部都是有氪金的玩家，但是大多数玩家都很活跃，他们肯战斗的。所以在那个时期，他们的管理层呢会比较愿意去管理，甚至玩家之前可能会互相管理，所以当时候压力会比较少。而且当时候亚老他是有资助的，就是说不会让管理层白工作。那后来亚老离开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嘛，变成包哥的之后呢，他是有自己的团队，就是有专门的管理层。但是那个时期管理层呢就没有分得这么详细了，可能有1-2个人他是专门做很多东西的，可能要负责5样工作、6样工作之类的。所以那个时期其实管理层都算比较少人了。那直到至今 CVO 这个时期的时候呢，基本上谁是管理层我不知道，我知道国王是 CVO， 那可能有一些人啊，像高或者是妈妈他们有在做东西，那其他玩家我根本不知道谁负责这一 part， 谁去做东西，我应该要联络谁，我是完全不知道的。那现在我们上升到王国的层面呢，王国的原因就是体积太小了。你们可以看到哇，93啊或者是365他们还是有2个联盟，那960的体积小不是问题，但问题是960遇到的敌人人数都算比较多的，然后也很难招募玩家。因为现在先锋王国的制度啊，所以960依然还是在金先锋那边，然后就算现在是有什么战力线等等不啦不啦不啦一大堆呢，也是很难再招募玩家了。因为我们玩家的战力太高了，没有办法像93这样子把玩家全部都维持在6000万7000万战力。因为你们也知道我前面就已经讲了，管理层很少，没有多少人做东西，没有人做东西就没有办法维持玩家的战力到多少。因为你们要知道93的管理层是很强大的，因为你们要自己想一下，93它是一个很老的王国了，但他们可以维持到现在，然后维持这么多的玩家，它只是现在变成2个联盟。但是你们要知道，在前不久可能1年前他们还是4个联盟的王国，甚至更早之前他们玩家更多。那你们要知道，你要管理这么多的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有强大的管理层才可以维持到你的王国变成这样子。而且至今为止93还是很活跃的王国，这个就是我非常佩服93的一点，但是不是每个王国都可以做到的。那我觉得招募玩家很难这一点呢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匹配吧。那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的 KVK 匹配有点离谱啊，960人数这么少，93人数这么多，官方还给他们多一个王国。那这个我已经在之前解释过了，是因为击杀的问题。尽管93跟2027他们在同一个阵营呢，但是他们的击杀都不如960这么高，所以我才当初就讲
这个是960自己的问题，他们征收太多击杀比较高的玩家了。但是说到这个问题，也只能说960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就是他们自己招募这么多击杀比较高的玩家。其实当初亚老建立王国的理念呢，就是招募活跃玩家，比较能战斗的玩家，而不是征收很多肯花钱或者是击杀很高的玩家。所以960的方向错了。当然这边都提到玩家了，那我们现在也要提到玩家的问题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为什么会想要解散。那其实在上一个影片中呢，我是讲漏了这一点啊，不是我故意不讲的，而是我讲漏了，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我有提到大家现在比较看重战损啊，自己的报告到底好不好，然后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代打的问题，确实是个原因。因为现在的报告呢就可以看到你的战损比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当然这个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官方的问题啦，还有在线的时间有要求，就要求玩家你要24小时在线，你没有办法24小时在线，你就必须要去找代打。那你们也可以看到我这个赛季的 KVK 表现了，为什么我坚持自己打的原因。我不排斥代打，但是我也不想要去找代打，并且代打是真的会影响到整个游戏生态。你们不要以为觉得说960有代打，那960就战无不胜，甚至代打可能会影响到960自己。因为像 CV 这边有说到，在 DC 的时候很多代打他们只是在乎击杀而已，他们不会跟着你的要求就你讲去 A 他就去 A， 叫他去 B 就去 B， 他只会去找自己想要的击杀而已。因为有不少的代打其实他们是收费的，他们会因为老板有要求跟他们说你这个赛季必须要拿到多少的击杀你才可以领到薪水或者是额外的 bonus。 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道德绑架他们？因为如果你跟他说你不要去追求击杀了，就会导致成他可能收入就不会这么多，那谁会去付他这个损失掉的击杀积分呢？你来给吗？所以你们感觉上哇好像代打就等于说你的 KVK 肯定会胜利，所以不完全的，有时候代打甚至会害到你自己的王国输掉 KVK。 这边分享一个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啊，就是当时候我们有要求某一个玩家去做住房集结，就是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收到的回复是来自那个账号的代打，他就说到他的老板并没有要求他去做这些事情，只是跟他说去找到更加多的击杀，所以就导致成有很多账号其实也是这样子，他们老板只是跟他们说拿到更加多的击杀，并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为了王国的荣誉，要为了胜利而战斗，而是你要拿到更加的多击杀而战斗。这个其实已经失去了王国的初衷，因为我一开始会帮960战斗就是为了守住960这个不败王国的称号，因为960就等于玩家心目中的可能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称号吧。但是渐渐的我已经变成我不知道我是为谁战斗了，我是为960战斗吗？也不是了，因为960已经不是当初的960了。我觉得为960战斗的那个心情呢，在365的那个时期啊，是真的大家都只想要为了960而战斗而已，而不是个人利益，而不是拿到个人击杀更加多。所以就像 CPU 的公告里面所说的，失去了当初的热血，而且一半以上的玩家我都是不认识的。所以种种原因下来呢，其实960解散呢只是时间的问题啊，能够撑到现在其实也是很不简单了。那我身为在960战斗的玩家，也是算960的粉丝之一啊。其实我觉得960解散呢是真的感到非常惋惜，但一方面呢也是觉得说960解散或许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960也是破坏了整个游戏的生态。从以前大家也知道啊，就要把混子给清掉，因为960的王国称号就是留下更加多的精英玩家，那些没有战斗没有付出的玩家就要清掉，那这个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的走向就变成说你的击杀比较低，你的 DKP 不足，你就要被铲除掉。那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其实有一些玩家他 DKP 不高，但是他做的东西很多，可能他有很多个农场账号是帮忙去补集结补旗帜的，没有这些中低战力活跃的玩家呢，就变成没有人在做东西了。还有造就了氪金的生态，其实氪金生态不是亚老所造成的，而是包哥包哥上位了之后，他比较多是征收一些有花钱的玩家。亚老那个时期其实只是招募比较多的活跃玩家，能够战斗的玩家而已，所以在包哥那个时期呢，其实有稍微变了一点点。现在960的王国宗旨呢，就是征收一些玩家的要求，就是你要花钱，要么就在线很长时间24小时，你的账号是无间断的不会停止，也造就了这个代打生态啊。就是因为玩家没有办法24小时在线，你以为每个人都像医院这样子不用睡觉的吗？而且你们知道不睡觉的代价有多大吗？没有人是可以长时间在线24小时的，而且
且这一方面其实也是960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王国的体积一直不断的缩小，变成一个联盟而已。从以前啊，人家其他的王国都有4个联盟左右，他就是搞一个联盟而已。那他们找代打不是问题，但是他们所找的一些代打呢，全部只是为了击杀而已，而不是为了王国而战斗。并且各位也知道啊，960其实毁掉了很多王国，像以前307啊、365啊、1034等等这种先锋王国。那93有没有算被960摧毁呢？这个我就不确定了。还有包括2489啊，也是降了自己的等级，但是还没有被毁灭了。所以之前也是有说过啊，960就是先锋的过滤器啊，有那些先锋王国他们是真的先锋，假的先锋，在跟960战斗之后都知道了。那我个人其实还是比较希望960如果真的是解散了之后，960这些大佬他们能够分散出去，就是去到不同的先锋王国，而不是又再造就了另外一个960 2.0。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有更加多强大的先锋王国，而不是像960这样子的王国只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先锋王国，然后其他的王国可能都比较弱，或者是他们的生态比较正常。其实960的存在是不健康的，但960的解散其实也会影响到游戏啦，可能热度就没有这么高了，然后也没有什么精彩的 KVK 可以观看了。因为960解散之后，你们要选择哪一个先锋王国观看呢？他们的 KVK 精不精彩？因为至于我所知，能够达到960这个程度的王国真的没有多少个，比较能期待的可能就是2377吧。那以上就是我对于960会解散的原因看法，当然这个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啊，每个玩家的想法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在960里面比较长时间的2年时间，然后帮他们打过很多场 KVK， 而且也经历过他们史诗级的 KVK 啊。除了以前遇到2110还有307的那个时期之外，基本上我要遇的都遇见过了，像365、2377、1093等等这种强大的先锋王国，我也是面对过了。也相信我的付出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啦，我就帮960做了什么东西，付出了什么，我是真心希望960能够变得越来越好了。至于960会变成怎样呢，再看情况吧。假设真的有新的国王、新的管理层来接手960，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留在960的。那假设说960是真的没有人去接手，那可能就要考虑移民的事情了，大概是这样子嘛。最后再次提醒，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那可能每个玩家的想法不太一样，或者是你可能也是来自960的玩家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你觉得960解散的原因是什么。对我而言，解散的原因呢，不会只是1-2个而已，而是长时间累积到了很多的原因才会解散的。那大概是这样子吧。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